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做物流的这个成本价格也是很透明的了，对吧？市场本身，现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没有不透明的。所有东西你抖音也好，或者其他快手也好，一搜索你想要了解的信息基本上都有。本身就是现在所有这航空公司或者其他的都在利用 AI 技术了。对不对？输入程序，就是说我这个飞机是什么构造，能装多少货，密度多少，都是通过数据，然后输入 AI 技术通过去推演，连南航现在都在用了。所以未来市场竞争肯定会，人员肯定淘汰很多了吧？因为只要这个植入的话，它就很多东西，通过这种技术，它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对吧？对对对。那可以就是我们讲一下我们那个国外那个客户，假如说我们现在是在 Temu 上面买了一些货，那么他会经过有什么流程，然后再到他们的手上，就他们在收到之前，他们的包裹是经过怎么样的步骤去处理的？你现在国内出口正常就是客户打包好贴好面单之后，正常就是通过集箱嘛。然后送机场，是先经过我们这边处理完之后，对，处理的仓库就是扫描入库出库嘛，装箱，然后就订仓嘛，报关嘛，做9611报关，海关验放行之后，再进入飞机打板，再起飞落地，国外再通过正规的786清关模式清关，然后国外提货，再交邮局，然后直接扫描，上网派送。基本上流程是这样子。786清关呢是这种一箱货，我是每一件都会报的。这种模式就是有查验或者那个，就是说我查哪个，他就挑出哪个来查。就是我每件货都会交税的。就是你这一批货全部都有清单的每一个货，对吧？那个出口都会报。所以它这种跟大贸啊、跟321啊这种报关方式不一样。所以说小包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去清关那种，因为一旦查验后整批，就会说你像是 FBA 啊，这个一旦查验它就整批到监管仓，然后再进行查验对验，没问题就放，有问题要提供香港文件，比如反倾销啊，或者有些枪支啊等等，它进行扣件或者其他，它是整批，有些整柜像海运。它是要全部卸出来，一查过再张柜再提，来回就1-2个月，这个很麻烦的。还要交仓租。仓租的话，就是到监管仓基本上就不会仓租。在机场，如果在查验站没进监管仓，大概1公斤大概$1一天，3吨货一天就3000块钱美金仓租，2天就6000。提到监管仓之后，它是不计的。那所以还是要在正规，就是你对，正常都是，正常查验的话也就3-5天吧。海运的话1个礼拜，空运的话，国内其实也会受机查验嘛。国内比如我们9610，那海关也会抽查的嘛。报关之后，它基本上是锁定的。比如它海关要抽查。它基本上就系统已经锁定了哪一个单，你一申报品名的时候，它可能我在查这个毛衣，有4斤毛衣的这个品名报关，它就会把这个提单给扣下来，进入查验区，然后你的报关资料跟你的货物对应的，每一箱品名对不对，成品对不对，如果是对应不上，就会查验不突破的。那同一批货，那如果有一些有批次的产品，它突然查验了，那查验的话要3-5天，那不是影响到它上榜的一个时间吗？那个没办法，只要查验不通过是放行不了的，只要海关查验没通，你这批货只能拉下来，飞不了。那就好像你要去清关的那些货，本来是装这个版的，那它查验可能要1天2天，那其他货是等它这些货查完再去上，还是？空着走，或者其他货上，他们有顶其他货顶上，始终有应急的嘛，要么就空飞嘛。海关系统只要显示没放行，都不能走。就是他要人员所有在监管仓要查验这批货，
里面的成分跟你报关的店名品名，对不上，对不对得上？是不是一致 OK， 盖章放心。正常查验的话，我们会预留半天嘛，半天时间就是应对查验嘛。每个平台现在很多都要提供，比如拼多多平台，它所有链接、所有东西都是正规的，所以基本上我们报关的时候都会写平台。平台的话，很多你查它有数据可以查，像有关联的海关系统也是有的。所以说很多它就不会，特别是 FBA 的查验就比较多。FBA 它是龙头买单报关，我们所谓的嘛，就是不做单证啊这种，它的品名本身就是很多都对不上的。一旦是一查验，它就会很多不符或者其他的，一旦不符的话，它就会把你扣下来，然后做退偿。退偿的话就损失比较严重。退偿费啊，1公斤多少钱，反正照算。那退偿是退去哪里了？退出来，货站退出来1公斤多少钱照算，然后仓租多少钱照算。所以说一批货一旦查验不规范，这种就要损失好几万。这是国内的。对。如果去到目的地再去退仓，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？也会有，就是退回香港。这些国外就把你遣返了。特别是服装或者其他的，因为服装的税相对比较高，很多申报相对比较低的，在海关那边如果是遣退，那你没办法，你只能安排回到香港，香港再想办法再飞出去。很少，也存在，遣返的很少，要么是当地查验，当地查验就是正规查验，交个几百美金，正常照流程走。2、3天他基本上就放行，只要货没问题，正常都会放。基本上都是出口啊、进口这些，差不多吧，都要通过海关。海关是把控这个唯一不可控的因素。就是说我们保障为什么有些市场上有些限时达，还有就是赔偿啊，就是说市级海关或者天气原因或者战争，这些不可控。对，海关查验是很正常的嘛，整个贸易啊、物流运输这个普遍存在的嘛，不是个人或者其他因素嘛。那你海关系统它肯定会抽查嘛，抽查刚好你的产品有什么问题或者那个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有一些货物，它的成本可能是就是它的运输成本是比较高的，例如什么敏感货，是不是？刚刚说到服装，是不是也会相对比一些普通的货物，它的成本要高一点点？那它高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是税的原因，还是说其他的？你说货，假如说我们说化妆品一些什么液体啊、粉末啊之类的这一些，为什么它的运费就是会比你普通的一些普货它的运费要高？敏感货，比如就是所有敏感货涉及带电带磁，带磁还好，就是化妆品液体啊，然后这种就是大陆是不能飞的很多，因为大陆这边是很多东西不接这些，就是说只接普货啊这些，很多内电的电池要到香港、韩国、台湾等地方去飞，那你肯定是第一，它航班就少了嘛，第二它中转多了嘛，香港或者韩国，对不对？你所有物流成本，内陆的也要加嘛，无形当中那成本就高了，对，而且它航班又少，还得有些航班你选择性就少了嘛，比如你普货你所有航班都能飞，你选择就多了嘛，它成本就低了嘛。敏感货的话，一般上就是看航班到香港、韩国，它就属于普货了。去到那边就属于普货了。内电的那些，它不需要做什么报告。其实你比如电子烟正规在出的话，你肯定要做报告啊，危险品报告啊，易燃易那个报告啊，MSDS 啊，那些化妆品的那个指甲油啊，整整报告这种。还有就是化妆品要上海那里出那种报告，给入仓，然后安检那里合格通过它才能出，这个很麻烦嘛。
主要是我们就在这边不能飞，他一定要去到别的地方飞，所以导致了他那个价格就会贵一点点啊。对，中转也有航班选择性也少，这等等因素吧。好。